大家好，这里是 Async Talk。Async Talk 是一档外部和 AI 开发相关的一档节目。那今天我想去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前端界比较火的一个工具，叫 Oxlint 以及 Oxlint Family 的家族的一个 Oxformat。首先一个点就是之前有一个数据是说 Oxlint 它要跑1分43秒，但是 Oxlint 它只需要跑21秒，那这个效率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就会了解 Oxlint 它大概是什么，要不要换掉我目前的 ESLint。那首先一点 ，Oxlint 是什么？那 Oxlint 和 Oxformat 它是 Zero 他们公司，其实就是由宇系他们公司做的一个拿 Rust 来去替代目前 ESLint 的工具。ESLint 它有很多的问题，它首当其冲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。即使说放在 CI 机器上的一个超强的服务器，它依然要花很久。那我们之前有一个项目，它大概是有300万行代码，它一个 ESLint 它跑完需要大概10到30分钟的样子，我具体数字记不太清了，但绝对是在10分钟以上的这个量级，它就会导致我们合一次代码它中间卡的时间就非常的久。但是 Oxlint 它不一样，Oxlint 它非常的快，它宣称有50到100倍的一个提升。当然我自己在自己的小项目里面有试过，它确实也可以做到。那 Oxformat 同样的，它是替代 Pretty 的插件。Pretty 是非常慢的，当然它功能很好，但它极其非常的慢，它几乎是整个 Oxlint 里最慢的一个环节了。它除了一个循环依赖对比，应该就是它了。它是一个超慢的东西，但 Oxformat 它是速度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提升的。它目前在我的项目中，我几乎感受不到它 format 的存在，当然它就可以很好的去修复我们的 broken 的一些代码。那我知道这时候你肯定有疑惑，那我记得前端领域它好像还有个 Biomi， 那 Biomi 它是什么呢？它其实和 Oxlint 它是类似的，它也是拿去 Rust 来去替换 ESLint， 他们也是这个目的。但我会觉得 Biomi 它并不适合，它在这轮竞争中它是输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Biomi 它出的很早 ，OK， 它想做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创新。我对它最为诟病的点就是它的插件系统。它的插件系统到 V2 版本才会出现，其实也就大概几个月前。但 V2 版本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，它并不是用一个我们所熟知的一个语法来去写插件，而是用一个特别的，我不太知道那个单词怎么念的一个 query language 来去写插件。而这一个新的语言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东西，同样我相信它对于 AI 来说也几乎写不来。那我认为这是 Biomi 它最大失败的一个点。它速度还可以，它的 rules 的规则也挺多，但是它这个插件系统，我觉得让它完完全全的在这场竞争中失败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不会选 Biomi 的，我会去选 Oxlint。那换到我们现在真实的场景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目前已有的 ESLint 去换到最近新出的 Oxlint 呢？那我个人的建议是换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换。那 Oxlint 它有几个好处，就是它的这个性能提升速度是肉眼可见的，极其的快。那另一方面，它的插件系统它也是兼容目前的 ESLint 的插件系统，它同时也去支持你自己手写新的 Oxlint 规则的一些插件。这个插件系统用 JavaScript 的语法来写的，所以你其实可以非常简单的去写一个插件，或者说你直接让 AI 去帮你写一个，因为 AI 写 JavaScript 非常的好，质量还挺高的。就我自己迁移的一些小项目来说 ，Oxlint 它已经非常的满足我们现在的需要。那对于像前面我刚刚说的，我们300万行的一个大项目，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完全可以签的，但是我们因为有一些历史逻辑的一些插件，暂时还没有签。但是我觉得对于你们的项目来说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还留在 ESLint， 因为 ESLint 它实在是太慢了，它非常影响了我们的效率。那这个效率它一方面体现在我们代码的维护上面，就是我们平常 push 代码，然后 commit 等 CI 的这个过程，同样它也会影响我们在和 AI 工具，比如说 Cloud Code 或者说 Codex， 因为它最后是要做一些校验的，那同样它会影响到我们 AI 工具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效率。但是如果你的项目足够大，它大到可能300-500万行的话， ESLint 它仍然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吧，但我个人观点，我还是倾向于你尽快的去迁移到 Oxlint。OK， 那这期节目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有对 Oxlint 一些个人体验上面的想法或者思路，或者说有一些建议给其他听众，也欢迎在下方来留言。好的，我们这期节目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